时辰到，起杠！婉婉呀！袁老爷，您请棚。婉婉走好呀！这是哪儿？我不是在医院值班吗？婉婉啊！我还要给人陪葬啊！不行，我得出去。哎呦！这是怎么了？有鬼啊！有鬼啊！沈文，你怎么没死啊？你不是要给袁婉陪葬吗？陪你个大头鬼呀！陪他还有一口气儿呢。沈文，袁老爷是御赐的医师圣手，我爹是太医院院士，他们都救不回来，你个臭乞丐还想救活不成？沈文，我知道婉婉对你有一番之恩，所以你对她爱慕有加。如今她不幸坠亡，你若能安心陪她上路，也算报答了她对你的恩情了。封建陋习，封建陋习！还好我会医术，不然真被你们给逼死了。哎，老头，我要是把他救活，他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沈文，你个臭要饭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还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实话告诉你，就算是药神神农转世，这人你也救不活。你还说对了，此事我就是药神。沈文，你既说你是药神，那你说说看，婉婉是受的什么伤？少爷，您跟一个陪葬品废什么话？将他绑了，与袁小姐一同下葬便是。颅脑挫伤，用 AED 做个心肺复苏，再打2针，1个小时啊不，1个时辰，1个时辰，我便能把他救活。沈文，老夫虽不知你所谓何物，但依你所言，就给你1个时辰。若救活婉婉，赏你黄金100两；若救不活，老夫便要你陪葬。沈文，你放肆！老头儿，我要是再不救他的话，他可真死了。这什么东西？是能管用吗？这沈文，时间快到了，我劝你还是给本公子磕几个响头，等会儿死的时候让你痛快点。你在狗叫什么呀？我要是真把他救活了，你敢给我磕几个头吗？有何不敢？老头儿，你女儿醒了啊？女儿，你终于醒了。爹，我这是……是他救了你。沈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医术啊？哎，你别走！爹，就是他，把女儿推下悬崖。什么？原来就是你啊！好你个畜生，怪不得一直拦着我救人，原来是怕人醒了之后事情败露。袁小姐，明明是你独自上山采药，失足坠崖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啊，我家少爷为了准备医考，那是勤勤恳恳的在学馆里面念书啊，从来没去过那个后山啊。袁老，定是小姐摔到了脑袋，记忆错了。婉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爹，那日春香说后山有品相极好的野山参，极为珍贵，于是……婉婉，你来了。陈最良，你要干嘛？干嘛？当然是要干你啊！只要把你办了，生米煮成熟饭，你爹就只能把你嫁给我。到时候你们袁家的金石堂就是我们陈家的了。来吧！放开！陈最良，你别过来！让我来保护你了。放开！事情就是这样的。陈最良，我袁家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谋我家产害我女儿？袁老爷，请先息怒。袁小姐，
既然你说我是凶手，那你有证据？我没有，但是我绝不可能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既然没有，那就是空口无凭喽。就是，而且从袁老亲手写的尸检报告来看，案发在傍晚，那个时候我还在学馆读书呢，很多同窗都可以证明，除非你的报告有误。婉婉，这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形啊？事情发生的太快，不记得了。袁小姐，你这不是拿本公子的清白开玩笑？算了，本公子宽宏大量，就不跟你一般计较了。哦，哎，犯了事就想跑啊？沈文，袁家都没什么事儿了，你小子狗嘴里想吐出什么象牙来？别多管闲事，小心我灭了你满门！刚刚我注意到你和袁小姐身上都有金银花、蒲公英和栀子，这些药用于外服，可以迅速降低体温。也就是说，你用这些药降低了袁小姐的体温，以至于你有时间去做不在场证明。哼，这种作用后身遍地都是，沾一些也属于正常。哦，那刚才你的管家说你没有去过后山。我记错了。那这又是什么？袁小姐，请伸出你的食指。这你又作何解释？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吗？不错，我姐只是当朝贵妃，就算是强奸，你能奈我如何？你们袁家斗不过。陈最良，你这个畜生！哼！哎，陈最良，你刚刚答应过我，只要我救回袁小姐，你就给我跪地磕头道歉，该履行承诺了。沈文，你找死！我警告你，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今天你跪不跪？好，那我跪。等一下，沈文，你又想怎样？请。好了，继续吧。我错了，少爷，滚开！少爷！哎，老先生，这谢礼我万不能收，如若不弃，我愿入赘袁家。娘子。娘子，谁是你娘子？我答应嫁给你是为了延续我们袁家祖业，想和我圆房，门儿都没有。从此以后，你睡地板，每月2000银子，我说什么便是什么，不许惹我生气，不然休了你。2000银子，还不到100块钱。哇哦，我这待遇还不如临时工呢。待遇？你还想要待遇？一个乞丐能入赘我们袁家，已经是3辈子修来的福气。外面追我的人有的是，别人想高攀，门儿都没有。我可是救了你。切，那是本小姐我福大命大，我爹都治不了的病，你怎么能治好？对了，明天医考，今晚不许睡觉。啊！写完了嘛，就睡了。我去，真的全对，你一定偷看我答案。就这种题，我还不屑于偷看。姑爷，你应该启程去参加艺考了。不去，我要睡觉。不行，必须去。走，不去，除非你给我奖励。好，没问题。事不宜迟，我即刻出发。
下注啊！咱们就赌那袁家赘婿什么时候被淘汰。我赌开场半个时辰。来，压！我赌半刻钟。你们这对我也太没自信了，我可是把死人都救活了的。那是人家袁家小姐本就命不该绝，骗别人也就算了，别把自己也给骗了。是啊，你平时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大家又不是不知道，去年还和我家狗抢吃的呢。不是吧？钱种会这么惨？哟，这不是袁家赘婿吗？我说哪儿怎么这么臭啊？怎么，今天来赌自己输啊？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嘛。陈公子，此言差矣，我是来考状元的。你若能拿下状元，我便当街裸奔；你若没有，就要将袁家的记事堂赠予本少爷，如何？好啊，一言为定。大胆！参见主考官大人。什么？主考官竟然是陈国忠？沈文，你目无长技，聚众赌博，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这次艺考本官定不会让你通过，你还是趁早打道回府，免得丢人现眼。哼！时辰已到，本次艺考共计3轮，3轮过后，按照你们的表现，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录取。这第1轮考察你们的基本功，辨别药材，写出其药理和药用。现在考试开始。大人，我这也不是药材啊。胡闹，这不是药材，还能是什么？这是毒药砒霜啊！砒霜？沈文，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艺考考题会层层审题，经主考官大人签字无误后方可推行，怎么可能是毒药？那听陈公子这意思，是已经知道答案了？不错，此物名硼砂，无色无味，性微苦，能消肿防腐，治疗炎症。不愧是陈公子，题这么难，答得又快又好。哦，原来这不是毒药。不错，不仅不是毒药，还是一味良药。那你吃了它？怎么不敢啊？本少爷凭什么吃？大人，我已经替沈文说出考题答案，这就等于他没有答题，理应按弃权处理。没错，来人，将沈文给我逐出考场。且慢，大人，这是不是毒药？试试就知道了。真的是砒霜，不是艺考啊，怎么会有毒呢？是啊，肃静！对，这砒霜和硼砂虽然都是无色之物，但这砒霜更为粗糙，而硼砂更为细腻。况且，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味道。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砒霜呈苦杏仁的味道，而硼砂有淡淡的咸鱼味。大人。刚刚陈公子说过，这艺考的考题都是经您层层审核之后才发下来的。那么试问，这砒霜作何解释呢？就该给个解释。对啊，大人，给个解释啊。您说会不会是有人偷换了我的考题啊？这本官定会彻查此事。那我这轮是不是就能免试了？本官给你重新出题便是。来人，将西域进贡的怪草拿上来。父亲，此药似草非草，似虫非虫，是为何物啊？本官亦不知，只知此物乃是西域进贡我武朝的一种草药，刚被太医院接收。至于其药名药理，皆在这贡丹之中。你自己都不知道，还给别人出题，这不是为难人吗？沈文，此贡丹尚未拆封，定不会有人做手脚。若是你答对了，本官便让你通过此轮。自己都能为难人呐？对呀，这不就是冬虫夏草吗？
它是真菌寄生在幼虫上形成的复合体，性温、味甘、补肾益肺、止血化痰，金贵的很。陈大人，对答案吗？这城里真菌怎么可能入药？没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冬虫夏草，念啊，大人您接着念啊。本官算你本轮通过便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慢着，大人，刚刚陈公子错把砒霜认成了硼砂，他也能通过啊？在此之前，他已交卷，有何不可？哎，好了好了，本轮考试不计排名便是，进入第2轮。大人，别的考生都治个什么咳嗽、感冒之类的病，为什么我就要看这种怪病啊？沈文，本官听说你连死人都能救活，让你治一个大活人，应该不在话下吧？那也得知道病因吧。刚刚我都给他看过了，浑身上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这双手放不下来。沈文，我爹之前跟我说过，这个人来店里看过病，说是伸懒腰时椅子翻了，等站起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我爹说这病医无可医，只能这样了，咱们还是息事宁人吧。啊，这病我好像在电视剧里看到过，我想到了。沈文，你别闹了，我去看好了吧？你怎么知道好？退一步海阔天空，风平浪静啊！你要干什么？你的胸真是又大又圆。菲利亚，沈文，你放肆！来人，将这个淫贼给我拿下！诸位请看，这不就治好了吗？我能动了，我能动了！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哎呀，陈公子，看来这状元非我莫属啊！沈文，不要高兴得太早。没错，这状元到底是谁还不一定呢。有请郡主。君不见，阶起无边边；君不见，郡主，请。君不见，都听好了，这第3轮考题便是给郡主治病。郡主，他得的什么病啊？还用我们来治啊？这位公子，本小主得的是脸疾。脸疾？前几日，本小主脸上突然长了很多红包，疼痛难忍，根本无法在患处上药。试遍了太医院开的那副方子，也是毫无效果。父亲想让我趁着这次医考，在民间试试运气。这么严重，岂不是没法见人？就是，不错，王爷说了，谁能治好郡主的脸疾，谁就是这次医考的状元。大人，我有办法。你？太医院都治不了的病，难道你一个叫花子还能治好不成？你们所有人加到一块儿，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放肆！沈文，你未免也太张狂了！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慢着，陈公子，不妨让他试一试。若他治不好，这顿鞭子再打也不迟。那若是我治好了呢？那我就让你打一顿鞭子。好。郡主脸上多有不便，还请移步偏殿。故弄玄虚，我就不信不用药也能治病。这不可能！郡主，你的脸疾好了？刚才沈公子只用了1盆热水和1条毛巾就治好了本小主的脸疾，当真神奇。沈公子，这是什么法子？这叫汗蒸法。郡主，其实您的脸疾呢，就是粉刺增生引起的炎症，消毒，汗蒸一下就好了。以后注意饮食，多吃清淡。谢谢公子，日后有求必定相助。就这么简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文，你一定用了妖术！
只是给你们一点小小的现代医学震撼而已。这回沈文总该是状元了吧？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郡主，这沈文就是个乞丐，要是让他当了状元，这……英雄不问出处，陈大人，你宣布结果吧。我宣布，本次医考状元。本次医考状元沈文。大家鼓掌，祝贺沈公子。真是状元出来了。你看这郡主是不是越来越白了呀？是啊，都快赶上我了，皮肤那么细呢，怎么回事啊？哎，这二位还真说对了，这就是我新研制的药粉珍珠粉，有美白护肤的功效。明天我们济世堂重新开业，大家可以购买一样的药品。太好了，太好了！哎，陈公子，你不是说我夺了冠军，你就在宁州城大街裸奔吗？开始你的表演吗？沈文，你不要欺人太甚，小心我扒了你的皮！扒了我的皮，你还欠我一顿鞭子呢，怎么敢啊！爹，你救我呀，爹！来人！陈大人，这顿鞭子本小主是做了见证的。让你了啊！使劲的！大大，你不要打我嘛！大大，让你嚣张！那个婉婉，这行医资格已经考完了，你说的那个奖励是不是该兑现了？哎，我提笔不为离愁，只为你转身回眸。沈文，我答应你的奖励是掌月钱，你想到哪儿去？不是吧，我状元都考上了，这都不能吸引你啊？那是你投机取巧，成不了大气候。你可别忘了，这是我们袁家给你的机会，没我们，你还在街上要饭呢。还有，你把陈最良打得那么惨，他肯定会报复我们袁家，都怪你，没把你逐出家门就不错了。小姐，姑爷，大事不好了，药库被盗了，你们快去看看吧。我们济世堂明早便要开业，好端端的怎么会被盗呢？肯定是陈家人干的，走，我们去看看。好。这是我袁家最后的家底儿，天要灭我袁家呀！我看未必。爹，眼下这药材用尽，还有你那珍珠粉，所剩皆不足2成，如此窘境，你还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重新开业。你疯了！现在济世堂连最简单的治感冒伤风的药都没有，拿什么重新开业？要是济世堂的口碑砸了，我们袁家就彻底完蛋了。去，你滚一边去！袁老，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绝对不能让陈家得逞，不如让我赌一把如何？你们到底开不开门呐？是你们说今天卖珍珠粉，我娘子一大早就让我们来了啊！结果呢，等到现在连个屁都不放一个。是啊，怎么不开门？蹭打是砸了他们店，砸了他们店。开不开？诸位，实在是抱歉了，但是今日我们济世堂重新开业。哎呀，走，开业了！哎呀，你这东西什么都没有啊！你这是虚假宣传呐！是啊，虚假宣传呐！稍安勿躁，婉婉，去把我们的珍珠粉拿过来，记得好好包装。什么是包装啊？就是用好看的盒子和锦缎装起来，快去！好。各位稍安勿躁，这好事儿不嫌晚。少废话，我们今天来啊都是冲珍珠粉来的，你要是拿不出来，我们就砸了你的店！对，砸了你们店！哎，稍等，我现在就去。这便是我们的主打产品珍珠粉。珍珠粉的主要功效是美白养颜、调理肌肤。婉婉，
配合我一下。好。这便是半张脸的功效。这效果好明显啊！是啊，真的好白好细腻啊！台下人走过，这便是完整效果。这便是完整效果。漂亮啊！这么夸张啊？就这么一小盒，20两太贵了。哎，这就是我今天说的好事儿。只要您参加了今天的活动，这珍珠粉您就可能免费带走。什么？你疯了？各位，为了庆祝我们重新开业，特意推出了记事补贴活动。什么补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各位乡亲，各位女士，今天只要有希望购买我们珍珠粉的朋友，您只需要花2两银子的定金，便可以免费成为我们的会员。除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之外，您还可以获得5个球，只要站在黄线以外，每投中1个球，获得1积分，每1点积分呢，就能减4两银子。那我要是进5个球，是不是就不要钱了？没错，有没有人想试试？我试试，我试试，我来。客人好手气，这样就减了4两银子了。哎呦，这不是又亏了吗？哎呦，这减不多少了。这没中这。哎，气乎让我头的这是。嘿，哎呀，这5球中2个，这样一来呢，您需要在取货当日支付20减2减4再减4，也就是说10两银子就能带走我们的珍珠粉。你什么意思啊？我今天还拿不走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今天还拿不走了？那这算什么呀？是啊，这不骗人吗？这不。哎呦，这位顾客，好货不怕晚。我们的珍珠粉啊，制作工艺复杂，成本极高，但因为我们有让每个人变美的梦想，我们是小本买卖，走的是亲民路线，所以说呀，只能按需提货。再说了，这么好的东西，当2天等等档怎么了？没想到这鸡翅堂这么为咱们老百姓着想啊，真是个宝藏店铺。是啊，集美。按优惠后的价格来看，良心到让人想哭啊！我要办会员。我要会员。现在有想买珍珠粉的顾客，请到账房支付，并领取会员卡1张。我要。嘿，等等！别急！哎，别急我投球了，没看见我投球吗？来，我要来一个，给我一个！果然，无论在什么时代，还是女人的钱最好赚。什么珍珠粉，不就是碳酸钙？沈文，你怎么知道这投球我们不会亏呢？这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学概率问题，说了你们也不懂。没想到你仅凭此举，1日就入账了3000两银子。3000两？爹，你是不是算错了？这可比我们原先1周的营业额还要多。区3000两而已。元老，您要是把这记事堂的大权交于我手，莫说是3000两，就算是3000万两，也在我翻云覆手之间。沈文，你别忘了，你是我们袁家的赘婿，要不是我爹大度，像你这样妄想掌权的人，早就家法处置了。沈文，做人贵在脚踏实地，切忌好高骛远呐。我没开玩笑。那此事就等你先赚足100万两银子再议吧。小姐，这2张会员卡都是52号，怎么办呀？怎么会这样啊？我才是52号赵四。胡说，52明明是我，你才是假的。我是赵四。看看，这都重复多少组号码了啊！你们今天必须给个说法。没错，必须给个说法。让开！
官爷来了。收到百姓举报，济世堂据不兑换物品，涉嫌欺诈，现已有5条律法，对涉事店铺依法追查。等等，各位官爷，并非是我们不愿意兑换货品，而是有人大量造假我们的会员卡，导致本店根本无力兑换数倍货品，还请官爷明察。对呀，明察。这木牌上的字迹和颜色明明一模一样，你们凭什么说是伪造的？就是啊，所有账目我都有登记，官爷可以一一查验，这账目必然是对不上的。对不上就是你们监守自盗，弄虚作假。要我说，今天不管是真是假，你们都得给我们兑货。对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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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货。对货！天不头，我们实在是无力兑换数倍货品，只有退款了。你疯了？按人头费算，都得4000元。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就因为你要办什么会员卡，这我不是在给你擦屁股吗？我们拒绝退款，我们就要珍珠粉。没错，不能赔款，不赔。我要珍珠粉，把珍珠粉给我们。珍珠粉。袁小姐，如果客人拒绝退款，商家强制退款的话，需要支付5倍的违约金。5倍？我们袁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啊！摊上这么个赔钱赘婿，袁家真是不幸啊！陈大人，你怎么来了？就你，眼下你们只有2条路走，要么如数兑换商品，要么支付5倍违约金。不管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不过我可以帮你。你想怎么帮？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袁小姐，我帮你支付违约金，你把济世堂转让给我如何？济世堂是我袁家4代祖业，落入外星人之手，断不可能。你可想清楚，眼下只有我陈家才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帮你。把济世堂给我们，你还能留个念想。若是被查封了，那就是断了传承。你爹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济世堂葬送在你手里吗？你们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再不给个说法，这店里的东西我们可就自己拿了啊！对啊，就是我不答应你。好，那就请袁小姐拟定一份转让合同吧。沈文，你算个什么东西？还不快给本官放手！我要是不放你，袁小姐，你放任他这么胡闹吗？这丢的可是你袁家的人。哼，丢人的是你吧？你什么意思啊？诸位，其实去伪存真的办法很简单。我左手这张是陈家的印泥，我右手边这张是我们袁家的印泥。虽然这2者看似无二，但是我们家的印泥经过特殊处理，净水不化，而陈家的印泥只要将会员卡放入水中，就能分辨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伪造的。那么问题来了，是谁伪造的红戳呢？伪造的红戳中含有大量的麝香，平时难以察觉，但晕开后却极其明显。可是麝香极为珍贵，整个宁州就只有陈大人家里才有吧？您身为陈家家主，这件事情作何解释呢？麝香是我陈家的不假，可这木牌本官可是毫不知情啊，想必是下人做的。本官回府以后必定严查。那么请问大人，一个下人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如何在短时间内伪造数量如此之大、如此真实的伪品呢？陈大人，请您配合我们调查，跟我们回衙门一趟吧。放肆！
今天敢碰我一根汗毛，明天我就扒了你这身官服。咽不透，通权达变，才能官运亨通。陈大人，您这是打算行贿吗？误会。咽不透，我府上的事务一直都是由王管家来打理的，此事必定是他干的。只不过我念其跟随我多年，才想请你在衙门里关照他一下罢了。混账东西，还不速速认罪！老爷，您不能住口！你是为我陈府效力多年，可我陈家也不曾亏待于你。燕捕头，此人今后与我陈家再无瓜葛，还请你速速将他拿下。哎，大人冤枉啊！是他指使的，都是他让我干的。笑话！本官向来光明磊落，又岂会做这阴险狡诈之事？时辰不早了，本官告辞。站住！陈大人，你的人给大家造成了如此大的麻烦，是不是该给大伙儿道个歉呢？不道歉就再也不去你们景仁楼买东西了。道歉！道歉！沈文，算你有种，给我等着！以后要是再敢惹事情，我就让你陈家破产。抱歉，让诸位久等了。诸位可以拿着会员卡，依次去兑换珍珠粉了。如果有需要看病的顾客，也可以到账台去依次挂号。今天啊，我亲自看诊。这怎么说我亲自看诊，人都走了呀？都怪你啊！谁会找一个乞丐看病啊？平时挂我号都排到3个月后了。大夫，求你救救我相公吧！媳妇儿，我不要来这儿看。可是整个宁州城的大夫咱们都看过了呀，那是一点用也没有啊！行。你脱我衣服干什么？媳妇儿，咱们走吧，我不看了。你得的是流感引发的急性呼吸道感染，如果再不接受治疗的话，会死的。让乞丐治病，那才会死。你给我相公吃了什么？我相公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拼了！哎，放心吧，布洛芬，睡觉就完事儿。怎么还没醒啊？不会治死人了吧？沈文，先说好啊，爹不在，你在外面乱搞，跟我们袁家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说晚不晚啊？你就不能信我一次吗？信你，还不如信世上有鬼。相公，你怎么样了？好多了，沈大夫真是神医。媳妇儿，快和我一起谢谢沈大夫。谢谢沈大夫。这个药拿回去吃，1天1次，很快就好了。这药效果这么好，是不是很贵呀？今天是我第1次看诊，送你。哎呀，谢谢大夫。谢谢。今天谁还想看病啊？一律免费。沈大夫，给我也看看吧，我也有病。我也有病。父亲，听说沈文现在名声大噪，病人都去济世堂看病去了。这样下去的话，哼！这个沈文3番5次与我陈家作对，是可忍，孰不可忍？爹，您的意思是把本色源，釜底抽薪。好，如此这般，他袁家必亡。好，各位乡亲父老，为庆贺我景仁楼乔迁之喜，自今日起，我将亲自坐诊7天。凡在我景仁楼购药者，一律享半价优惠。好！没想到我们老百姓还能让太医给看病，这可是皇亲国戚才能享受的待遇啊！是啊，而且景仁楼一向只卖精品，如今半价还去个屁的济世堂！是啊，就是。沈文，我看你怎么跟我斗！爹，自打景仁楼开业之后，
咱们就没有营收，这可怎么办啊？哎呀，陈家旧店新迁，不惜花重金重修景仁楼啊！现在不只是宁州，哪怕放眼整个京城，比他们规模大的也是屈指可数啊！我们金石堂店面这么小，确实不是对手。搞定！啊！审问，你画个丹炉是何意呀？这个物品看似丹炉，实则是个胶囊机。沈文，不指望你能帮上什么忙，但起码不要添乱好不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哎，有了它之后啊，打败陈家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真是大言不惭呐！凭区区一个丹炉，也妄想打垮我陈家，看来你们真的是黔驴技穷，走投无路了。行，送客。哎，元老，本官此次前来可不是来看笑话的，而是有一桩生意想和你们谈谈，那就是收购你们。陈老板，我也有一桩生意要跟你谈，就是收购你们景仁楼，我出5000两。5000两？哼！沈文，你可知我景仁楼光店面就价值10万两？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店面，其他那些破烂玩意儿我还不像样。好你个臭叫花子，本事没多大，口气倒是不小。既然如此，这生意是谈不成了，你们袁家就等着破产吧。哎，陈老板，以后别哭着求我啊！不是沈文，你没事招惹他干嘛？虽然他很烦，但他们家大业大的，咱们袁家撑不住啊！哎呦，有我在不可能。老板，你把这份图纸交给工匠，让他们连夜赶制出来，然后吩咐下人按照上面的说明操作，切记此事务必保密。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老爷，大事不好了，客人们都跑去祭祀堂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哟，什么风把陈大人吹来了？难道你也是来买这威哥的？何为威哥？瞧我这脑子，这威哥啊，是我研制的新药，这男人一粒，顶天立地，只要50文哦。要不要试试啊，陈大人？啊！行。奇了怪了，半个时辰还是没有反应。哼，故弄玄虚，依老夫看，这分明就是假药。哎，陈大人，您可不能血口喷人啊！这是真药还是假药？我们找个人一试便知。啊，这不就是有反应了吗？陈大人，看来不是我的药不行，而是你人不行啊！是啊，不行吧？是啊。哎，可你这药不是专治不行的吗？我这药啊，只能治疗功能性障碍，但治不了功能性丧失啊！谁能想到陈大人刚天命之年就彻底阳痿了呢？混账！沈文，你出身乞丐，刚刚在医术上学到一点皮毛，怎么可能在短短数日内就研制出一种新药？如外本官以名誉担保，这必定是假药无疑。陈大人，你怀疑我这是假药，不就是觉得我学医不精，治不出新药吗？那这样，我们比试一番，以出题。沈文，你疯了！他是太医院院士，统领御医，就你一个乞丐出身，怎么能跟他比啊？这不是自取其辱吗？哎，自取其辱的是他。好，若是你赢了，本官便引咎辞职；可若是你输了，本官便要治你个贩卖假药之罪，抄你袁家满门。好，一言为定。你疯了！来人，笔墨伺候。这行医呢，有4句老话：1手好字，2会双簧，3指切脉，4系衣裳。说的是一个好大夫，不光要会治病，
还要有笔头、口头、派头。这第一回合，老夫便与你比字。比熊怎么还比写字啊？爹说过，如果药方是一手好字，患者看了会赏心悦目，这个时候他就会信任你、尊重你，10分病呢也就去了1分。但如果字写的不好，张牙舞爪、龙飞凤舞的，患者看了能高兴吗？自然而然也就不会来了。哎，其实这不来也是小事，怕就怕因为字写的不好，抓错药了，这就贻误了人命了。按这么说，别说是我，按现在所有的医生过来，谁都得歇菜。歇菜？哎，就是完蛋了的意思。结果你不行，我还以为你行呢。那你干嘛答应他？早知道我就不相信你了，我们袁家都要被你害死了。本官自幼跟随名师学习书法，虽不得要领，可也学得一点皮毛。各位请看。好字啊，好字，真是好字。切，但愿人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续句百草。素闻陈大人是太医中书法最好的，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啊！是啊，此字笔墨酣畅，如有龙蛇奔腾其中，陈大人果然自如其人啊！而且这人心济世之情，可谓是一语纸张啊，真是让人敬佩呀！不敢当，不敢当，乱写一气罢了。陈文，该你了。好。诸位，请看，今日有活动，打折积分送鸡蛋。审问，你这个字不但写得歪七扭八，连内容也是狗屁不通啊！这回合是本官赢了。哎呀，你别急呀，这行医看字啊，是因为医学出自儒家，而儒家呢还说过要让百姓得到实惠，收益落到实处。所以说啊，咱们得看百姓们觉得谁赢。笑话，岂会有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不顾名节？你们说是不？啊！别抢，别抢，都有，来，这一筐鸡蛋就把你们给打发了。我们老百姓能治病就行，字又不能当饭吃。是啊，现在这一筐鸡蛋也要50文，这要不就等于白嫖嘛？至于真假，管他呢。哎，还有吗？陈大人，这第一回合是我赢了呀！哼，升斗小民，愚不可及。这第2回合，本官要与你比比口头，你敢也不敢？这有什么不敢的？上学那时候，我还是辩论大赛冠军呢。你别装了行不行啊？人家是太医院院士，《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哪一个不倒背如流啊？你连《三字经》都不会啊，拿什么跟人家比？哎呀，你放心吧，我肯定赢。这轮出手的必是他。陈大人，出题吧。那就以药为题，对对子，对不上的便算是输了。灯笼。龙灯指壳原来指防风，骨架架骨，陈皮不能敲半夏。避暑最易深竹院，伤寒尤妙小柴胡。玫瑰花开香闻7、8、9里，梧桐子大日服5、60万。这怎么可能？陈大人，你已连出3题了，这回该我了吧？听好了，我出足疗大保健。足疗大保健。好。此对子看似跑题，但是蕴含了养生保健，妙啊！是啊，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极有韵律。想不到这沈家赘婿竟有如此大才。沈文，这等绝句你从哪儿买来的？这要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含义。陈大人，你对不出来，可就算我赢了。我对当归何首乌。那我对6味地黄丸。哎呀，不行！哎呀，陈大人，你怎么不笑了？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沈文，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或许你我二人最终打成平手，也犹未可知。哎呀，陈大人，您贵为太医院院士，沈文就是一个小乞丐出身，和他打成平手，这跟输了又有什么区别啊？大伙说是不是呀？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都给我住口！沈文，本官要与你行医见真章。倘若有什么疑难病症，本官治得，你治不得，便算是本官赢了。陈大人，你也太不要脸了！你说什么？我说你不要脸。刚刚又是什么口头笔头，现在眼看形势不对，就说行医见真章。刚才你怎么不提呢？太差劲了！这样吧，陈大人，要不你就认个输，然后把你的锦人楼转让给我们，怎么样？陈大人，再输可就下不来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哼！今日本官定要与这袁家赘婿分个高下。此病名为千日疮，乃阴阳失衡、肝热血燥所致。以鸭胆、糯米炙膏敷之，每日一次，1000日可愈。说的倒是对，不过这1000日太久，我有个办法，马上就能治好。哼，故弄玄虚。吃了，螳螂竟然真把油子吃光了。老先生，感觉怎么样？只是觉得这脸上有点酥酥麻麻的。那就对了，老先生，你的油子已经除了，回家之后呢，记得多吃蔬菜，避免2次感染。那就多谢公子。真好。诸位，这螳螂是专门食腐的动物，只要把它放到油子的旁边，螳螂出于动物的本能便会吃掉它。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注意卫生，避免2次感染。哎呦，原来是这样。沈文，这么好的想法你都想得出来？生物疗法基本操作。哎，那屁股上有痔疮，能不能吃掉啊？旁门左道。求求两位大人，救救我女儿吧！我女儿前几日闹肚子，刚开始也没有太在意，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一点活都干不了了。直到昨天夜里，疼得都昏过去了，到现在还没醒来呀！她爹死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求求大夫，救救她！有本官在，还怕你女儿的病治不好吗？来人，本官要悬丝诊脉。本官要悬丝诊脉。我有悬丝诊脉，这可是高招啊！谢谢大人。这悬丝诊脉是陈国忠的看家本领，不给皇上看病绝不善用。沈文，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息事宁人得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都是小事。你往后看，你听着。哎，这都半个时辰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该不会是睡着了吧？我女儿的病可耽误不得呀！哎，行了。此女子脉象幽微，经络不畅，再加上脾湿胃热，继而阴阳之气外溢于肌肤，故患黄疸也。哟，陈大人，这么一根小小的丝线，您就能瞧出这么多门道？您不会瞧错了吧？放肆！本官的悬丝诊脉曾得到皇上当面嘉许，你是在质疑圣上吗？那你这该作何解释呢？陈大人，这病看得好呀！哎呀，骗子啊！你真是骗子！怎么这样乱医我女儿啊？你敢诈本官？明明是黄体破裂，你非要说是黄疸，还皇上嘉许，你到底给皇上误诊多少次？该当何罪啊？黄体破裂乃是妇女来月事时受外伤所致，经血不调，理应面色惨白，又怎会通体蜡黄？诸位审文分明不懂医术，他是在故意坑害本官，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说的是真的。通体蜡黄是因为他们家里死了男人，没有劳动力，缺乏营养所致。你看这位大娘明显很虚弱，
家里的重活全是这位女孩干的，她有没有可能是黄体破裂呢？陈大人，你身为医者却不知体察病人，真是枉为人医。既然如此，那你可有法子医治啊？黄体破裂几乎是不治之症，你若医得好，本官当场便脱了这身官服。好，陈大人，这可是你说的。小香香，女儿，你能下地了？一觉起来便感觉好了许多。这不可能，你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术？不好意思啊，又给了你一个现代医学的小震撼。本来就没多大事儿，吊瓶水就完事儿。陈大人，兑现你的诺言吗？哟，陈大人，刚刚也是你要求大家给你作证的，事到临头不会想反悔吧？我作证，我作证，我也作证。给过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陈国忠，你身为医院院士，为一己私利，不分青红皂白刁难于我，你我同为医者，我简直为你恶心！你有辱斯文！我有辱斯文，那你岂不是斯文扫地？是啊。哎呀，真是。陈大人，知道您为什么吃的威哥没有用吗？因为给你的本来就是假的。不然怎么激你上钩，扒了你这身官服？老头儿，你中计了！你们，呸！活该！这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小香香送陈大人，哦不，陈家主回府。好的，小姐。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不杀沈文，老夫誓不为人。爹，息怒，还是有一计。既然明的玩不过，不如咱们跟他玩阴的。好，只要搞垮他袁家，你尽管放手去做。有意思，有意思。刚才你说这叫什么来着？伍子棋。好，老夫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要不是你扳倒了陈国忠，老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这口恶气。只不过是略施小计罢了，还是我们婉婉调教的好。不好了，老爷，不好了！先前给咱们供货的4大药商，如今都和咱们终止合作了。这陈家的报复来得还挺快。眼下集市坛刚有起色，药商如果断供，那岂不是我们又要停摆了？这可如何是好啊？爹，你先别着急，我先去4大药商那里打探情况，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别去了，去了也没用。陈家肯定是搬出了陈贵妃来压他们，我们要另想办法。香香，你的手怎么了？没事。什么时候的事儿？肯定是陈家干的。就在奴婢送陈老爷回府时，他们说这是还咱们家的鞭子。岂有此理！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敢动我的人，那陈家就等着破产吧。公子请喝茶，这是我特地为公子准备的花茶，不知可否符合公子的口味？那个很白，不是，我说很润，很润。公子可谓对我有再造之恩，若有相求，直说便是，本小主必定相助。那郡主，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请郡主帮我放出一条消息，就说王府得到了一种可以根治疟疾的特效药，名为青蒿素。青蒿素，就是这个。沈公子，本小主承认你医术确有独到之处。可这疟疾是肆虐了上千年的顽疾，往往需要服用大量长山，配合针灸放血才能治愈。你这小小药丸谈何根治？就是这小小药丸帮助我国在21年消除了疟疾。而且据我所知，我武朝治疗疟疾的方子有几十种，用到青蒿的也就仅有1种，而且也只是记载在偏方之中，并未表明其效果如何。这又如何治得了疟疾，称得上特效药呢？郡主啊，别怀疑，先相信。
此事不仅关乎我王府声誉，更是牵连数万人性命。这回你若不给我个解释，我恐怕不能信你。还解释个屁！女儿，坐。像这种人，就该给他赶出去。爹，你不是去京中述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听说你的脸疾医好了，所以快马加鞭回来瞧瞧。女儿啊，你这脸上还真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还变得更漂亮了。这都是沈文的功劳。本王改日一定会登门拜访。王爷，不用这么客气。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本王做事了？再不滚，我就叫人了。爹，他就是。不管他是谁，本王平日里最见不得这种狂妄之徒。多少代名医呕心沥血，穷尽一生都无法根治疟疾，就凭他动动嘴皮子，就可以根治了。王爷，我还真不是跟您吹，这疟疾莫说五朝，从古至今都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那你倒是说说看，这疟疾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疟疾是由蚊虫叮咬所导致的疟原虫病毒感染，还有就是母婴和血液传播。这疟疾分明是瘴气入体所致。女儿，他根本就不懂医术，肯定是想借助王府招摇撞骗。说，是谁派你来的？神经病！你，王爷，不好了，太夫人她又犯病了。什么？我李府进京之时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们好生照顾太夫人，就这么办事？来呀，拿出去，重重的打！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小的冤枉，小的一直是寸步不离。方才太夫人在用餐，谁知做着做着突然就晕倒了。你先下去。是。爹，这个事跟他们没有关系。你李府这段时间，奶奶已经晕了3次了。什么？3次？太医的还没喊太医？太医已经来瞧过了，他说让咱们准备后事。爹，你没事吧？真是一群酒囊饭袋。你说什么？我说这群太医真是一群酒囊饭袋。老夫人是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假，可是直接让准备后事，这不草菅人命的吗？沈公子，你莫非有法子能治我奶奶？女儿，别被他骗了，连太医院的太医都无法医治，让他一个不通医术的人怎么会有办法？若是让他出阵，岂不是让人笑话？咱们府上无人，损我王府威严吗？我给你娘看病就损你王府威严了，那你这王府威严还真少啊！你哎，别忘了，是我治好了你女儿的脸疾。你是沈文？女儿，他就是你信中提起的沈文？没错，爹，刚才一直没机会告诉你，他就是治好女儿脸疾的沈文。没想到沈公子这么年轻，老夫以为你这样的高人，不说是年近古稀，也异于花甲呀！真是英雄出少年的。感情你爹都不知道我是谁啊？你考之时，爹在京中述职，自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方才他应该是把你当作夸夸其谈的纨绔子弟罢了。沈公子，您刚才说能医好我母亲的病，您现在方便为我母亲出阵吗？这方便是方便，不过我怕损了你王府威严，让外人知道丢了你王府的人呢。沈公子，刚才是本王有眼无珠，还请您既往不咎，救救我母亲吧。沈公子，求求你好不好？哎，我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王爷，快请起！我向你保证，我要是救不活夫人，这颗脑袋拿下来给您当球踢。郡主，把你奶奶的袖子全部挽起，然后露出整个小臂。这是何物？我怎么从没见过哪个大夫用这个东西看病？这个呀是血压计，整个五朝啊也就这一件，所以你没见过。此物当真能治好我奶奶？你知不知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要不你来？没有，沈公子的优秀我自是再清楚不过，我只是害怕父亲再问你的责。原来是替我着想。
老夫人啊，没事儿，只是普通的高血压，吃2片降压药应该就会好了。奶奶醒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记得我当时在吃饭，眼前忽然就一片漆黑。娘，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哦，这位是沈公子，是他救了你。还不快谢谢人家！沈公子，今日若非你出手相助，恐怕奶奶早已命丧黄泉，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你和我商量的事情，我已经和父亲说过了。我还想再问一句，你为什么会选我们王府？这是因为人们都说宁州若有雨，王府先起风。郡主，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一定不会牵连到王府。好，我这就安排人下去，把青蒿素的消息放出去。皇上震怒，若非本宫力保，只怕你早已人头落地。你还是早日了断官复原职的念想，安心为本宫用心挺起鼻子来。陈贵妃，我这个女人，在我这当爹的面前，都还要摆她的贵妃牌头，真是岂有此理！爹，孩儿得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您坐。爹，袁家的威哥因为没有药源，已经全部停止生产了。我估计他们现在只能从一些散户手里收购一些低成本的药品，来维持药馆的基本运转。不错，你要多加维护4大药商的关系，免得他们生出意见，带来变故。哎，爹，你就放心吧，他们没那个胆。我刚让4大药商把青蒿全部以低成本价卖给了我，他们连屁都没敢放一个。莲儿，你这大量收购青蒿是要做什么？爹，你还不知道呢。这王府中有消息说，王爷在回京的路上偶得了一味药方，可根治疟疾，名为青蒿素。如今西南爆发疟疾，王爷定将此方献于朝廷，以作救灾之用。到时候这青蒿的需求量也就剧增了，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我们陈家手握大量青蒿，岂不是飞黄腾达了？到时候咱们弄死袁家，岂不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莲儿，我觉得此事还要从长计议，我们最好还是先观望一下。爹，为什么呀？这可是我们家大好的机会，不能错过呀！在一本古书及方中，确实记载了一个治疟疾的方子：青蒿一握，以水2升渍，嚼取之，尽服之。但此方功效甚微，谈何根治啊？就算真的可以，我们也不知道其具体的配比如何。这笔生意变数太多了。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啊？我们吃过沈文的亏，上过他的当，不得不防。只可惜为父已被罢官，昔日太医院的那些同僚也都与我断绝了来往。你姐姐又身处后宫，不便过问，不然我们就可以先探听一下虚实了。爹，这是我重金从亲王府中求来的消息，还能有假？我打算不止4大药商的青蒿，连整个宁州的全部买下。咱们不仅赚得盆满钵满，也算是帮朝廷一个大忙。到时候别说是您官复原职了，就是势头再进一步，也犹未可知啊。好，就按你说的办。怎么不开心呢？别烦我。刚得到的消息，王爷得到了一味治疟疾的特效药，要用到大量的青蒿。现在4大药商都不肯卖给咱们，就连那些散户的都被陈最良收了去。要是被他们家做大了，咱们还有好果子吃吗？就为这事儿，我有办法。看。各位亲爱的药商朋友，重金求购青蒿，
愿意以高于市场价5倍的价格购买青蒿。如果已经签了合同订单，愿代赔违约金。违约金。陈公子，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我知道二位老板现在手中没有现钱，不如将你们手中的青蒿全部出售给我，如何？可是我们和陈家已经有合约了，就算你愿意代我们赔偿这个违约金，只怕陈家那边也不会善罢甘休啊。想必陈家给你们的定价还不如市价吧？二位老板，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咱们做生意不就是图个挣钱吗？可您二位呢，做着亏本的买卖，图什么呀？难道是图陈家记您个好啊？沈文，他都给咱们袁家断供了，这不明摆着不待见咱们吗？我看还是算了吧。人家那是被陈贵妃压着，要不然谁会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呢？两位老板是这样吗？没错没错，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二位老板，咱们签合同吧。好，合同支持，先不急，且容我二人再做生意。那还有什么商量的？你就没想过，这违约金万一袁家不认账怎么办？二位老板，请留步。这违约金呀，你们先拿着。知道陈家不好惹，但是不管商量的结果如何，这违约金就先收下吧。这还犹豫什么呀？和他们签合同吧。他刚才说，不管结果，这钱都是咱们的。那如果我们和陈家让他主动解约，那咱们不就白嫖了这么多银子吗？这我怎么没想到啊！走，我们找陈家评理去。好。我说什么来着？这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那你觉得他们和陈家能解约吗？怎么可能？像四大药商这种墙头草，只要陈最良在他们的耳边轻轻地吹一下，他们就又倒回去了。咱们在这儿唱双簧，不是白费力气吗？笨呢你，这做戏要做全套，不然陈家怎么会相信呢？你就瞧好吧。父亲，我说王府的消息准没错吧？那袁家已是每况日下，而我陈家蒸蒸日上。照这么下去，不出半个月便可独占而胜。还是我儿眼光独到，为父先前多虑了。少爷，大事不好了！四大药商的孙老板和李老板找上门来了，说是要毁约。什么？我看他们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敢来我陈家撒野！不给你们点教训，我看你们不知道是宁州城谁说了算！住手！就是你们二位要来解约，可否跟本官说说原因？陈家主，如今这青蒿的市价与我们与陈家签合同时翻了3倍不止，在下着急用钱，还请您行个方便。哼，区3倍，我给你便是。那也不过是市价，那原价愿意出市价的5倍。哦，我说呢，原来是袁家在这搞鬼。那二位老板，你们现在是准备跟我陈家公然作对了？陈公子，咱们做生意也不是这么干。先前答应你给袁家断货，结果你们陈家也不管我们直销的货，害得我们亏了一大笔银子。如今青蒿价格水涨船高，我们这才想着弥补点亏空啊。是啊，让我们亏钱就算了，也不能不让我们赚钱。陈老，还请您帮帮忙，就跟我们解约吧。哈哈哈哈！二位老板，你们都中了沈文的诡计了。陈老，您的意思是？二位老板都是聪明人，怎么会糊涂到真的相信袁家有能力与我陈家相争呢？您的意思是沈温在虚张声势？没错，二位不妨想想，先前我景仁楼乔迁大促，仅过了数日，他袁家便招架不住，险些关门大吉。若不是中间生了变故，他济世堂早就是我陈家的囊中之物了。如今袁家已被断供，连基本运转都只能勉强维持，如此薄弱的家底，他哪还有实力以市价5倍的价格来收购你们的青蒿啊？哎呀，原来如此啊！我们差点上了袁家赘婿的当了。是啊，这个沈文太可恶了，若非陈老指点，我二人直接还被蒙在鼓里。
就是，不然你们被那个臭要饭的卖了，还帮他数钱呢。当然了，我陈家出的价格确实有失公道。不如这样，你们与我陈家重新以市价拟定合同。只不过以后这皇商之事，你们二人还是算了吧。皇商？莫非此事贵妃娘娘？不错，此事贵妃娘娘也说得上话。所以这宁州向朝廷供应青蒿总办的位子，自然就是由我陈家来做。到时候四大药商不仅是为我陈家办事，而是向朝廷负责，这皇商不就顺理成章了吗？当然了，二位想要契约，合同拿来便是。不用了，不用了。别呀，别到时候又说我们欺负你们。不，能帮上陈家的忙，是我二人的荣幸。是，还请事成之后不要忘了我等小民啊。二位不解约？不解约，误会都是误会。是，我们这就帮你教训沈文全。孙老板、李老板，二位可是来签合同的？哼，沈公子，你还有脸提？瞧你们金石堂现在穷酸的样子，怎么可能有钱和陈家争青蒿？做梦吧你！拿了违约金，凭什么不签合同？就凭你们差点害我们丢了皇上之位，这违约金我们收得问心无愧。没错，就当给我们的赔礼了。哦，我算是听明白了，是陈家说我们没有现钱，又许了二位皇商之位。老板，给二位老板定神。哼，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现钱我们袁家有的是，而且我们不会像陈家那样只付一半定金，我们可是全款结清。啊，全款？不错，不仅全款，我还要在5倍的基础上再翻2倍。那不就是10倍？没错，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现在就可以和我去账房签合同。那还等个屁呀！这桩买卖是暴利，可比起皇商的名号，咱们还得掂量掂量。这皇商不仅能减免赋税，更重要的是搭上官价这条线。若是操作得当，由商入市，这不就破街了吗？孙老板，您被蒙蔽的好苦呀！此话怎讲？陈家是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了你们，陈贵妃能帮上忙？这就说明了有2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他们会蠢到坑自己家人，给贵妃落下一个干政的口实，让她成为众矢之的。这样一来，不仅赚不到钱，她的地位也难保。我要是陈贵妃，肯定跟陈家这2个猪队友撇清关系。至于这第二嘛，总办的事儿，陈贵妃根本做不了主。那皇上不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吗？李老板，你总是阻止孙老板和我们签约，是收了陈家的好处，还是见不得孙老板赚钱啊？你胡说！孙老板，我可都是好意啊！放屁！我说你突然对我这么好，原来是见不得我们孙家发迹。沈公子，要怪就都怪他。我一直想和你合作的，你可千万不要我的货呀！你胡说！沈公子，你可千万不能和这种人合作。您呀，就买我的吧。发财，带我一个。你是人？你别说，带二位老板去结账。二位老板，请随我来。沈文，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以10倍的高价购买青蒿？这不是把我们袁家的家产败光吗？我这不是见有利可图吗？青蒿的价格本就昂贵，就算有利可图，我们怎么可能就挣到10倍的利润呢？我们也把它涨10倍不就行了吗？这是给老百姓治病的药，这样做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沈文，医者仁心，你心中要时刻装着百姓。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们袁家瞧不上。袁老，首先这利润我计算过了，这青蒿啊要涨到15倍时，我们的人工、损耗和成本才会超过利润。再说了，数百万的病人，朝廷肯定会出手干预，这定价的事儿我们说了不算。话虽这么说，但无论如何，你都不能从老百姓身上谋利。如有犯，我定将你逐出家门。好了，袁老，不逗你了，我就是想看看这名和利，您想要哪个？
名和利我哪个都不要。试问，我们袁家行义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的是天下苍生，能吃得起药，看得起病。如果因为挣不到钱斗不过陈家，老夫都认了，但求一个问心无愧。好一个无愧于心！就凭您这句话，我定不会让陈家得逞。怎么，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了？那就是闭店。闭店！沈文，我们不是刚和4大药商里边的2位老板达成了合作，他们刚同意恢复我们的供给，这生意刚有起色，这店就不开了。这有什么的呀？在我进袁家之前，不就是闭店吗？哎呀，那是因为爹之前进宫给惠嫔诊平安脉，结果第2天惠嫔就暴毙身亡了。虽然这件事情不能直接证明和爹有关系，但是爹还是被取消了行医资格，逼不得已，这才闭店的。还有这种事儿，这也太巧了吧！这件事啊，已经翻篇了，深究只能对我们袁家不利，不提也罢。沈文啊，你就说一说这闭店你是怎么想的？袁老，这陈家吃了这么多的亏，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搞咱们袁家。现在两边一直对峙下去，只会烧钱，咱们赔不起。那你干嘛还抢青蒿订单？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个就是钓鱼执法。你又在说什么让人听不懂的鬼话？反正向陈家认输，我不认。谁说我要向陈家认输了？只要你们肯听我的，我不仅能让陈家破产，还能让我们袁家成为宁州首富。沈文，此话当真？千真万确。爹，你别信他的鬼话。他要是真有能力，何必在咱们家当一个吃软饭的赘婿呢？这看来你还是对我不太认可。这样，我立下军令状，如果这事儿不成，你休了我；但如果这事儿成了，如果办成了，你就是袁家的家主，再也不会有人因为你是赘婿而看不起你。家主？那我以后岂不是都要听他的？哎，我都成为家主了，你不听我的，听谁的呀？怎么，怕我有这个实力，输给我不敢赌了？谁怕了？我只说，万一你这一个乞丐出身，走了什么狗屎运，能让一个乞丐掌印的事传出去，这不让人笑掉大牙吗？爹，你还是觉得我以前是个乞丐出身，瞧不上我？婉婉，你听过一句话吗？叫莫欺少年穷。以后啊，我肯定让你乖乖跟着我。爹，你看他还没有怎么样，就蹬鼻子上脸的。要是他当了家主，以后肯定欺负我。不必再说了，我一意已决，你去取笔墨纸砚来。哼。从今日起，济世堂闭店。哟，暂停营业了。果然啊，只要我们陈家一动真格，在绝对实力面前，你就是个屁，而你连屁都不是。哈哈哈哈！你们袁家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少爷，不好了，4大药商都来咱们府上闹事了。陈老，我们按成本价交货呀！今年的经济大环境这么差，只有把银子赚在手里。谁知道你们以后还不是人家没有现钱，可结果呢，人家出了10倍的价钱买了我的散货。你们怎么不想想，他们袁家为什么只收散货？因为他老说这老说那的，这还不是袁家为了陈家着想？就是他得罪了袁家。我说静一静，我说静一静。我的损失，吵什么吵？你们是要在我陈家撒野吗？陈公子，暴力面前你也别怪我，这有钱大家一起赚。你也不能老想着压榨我们呀！今天要么解约，要么和袁家出一样的价格。是啊，这是疯了不成？谁再敢放肆，有辱此眉！陈公子，你们陈家不就仗着陈贵妃撑腰吗？这样，你到大街上说一声，我们陈家仗势欺人，我们就真服了你，怎么样？没错没错，敢不敢？袁家已经闭店了，你还抗不是？是我们陈家赢了。哼！我看是你们陈家不识时务吧？你是说袁家闭店，这是麻痹我们的假象？是啊，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缩减开支，然后背地里全力囤积青蒿，然后将你们一举打败。而你连屁都不是，怪不得他敢这么嚣张，原来是因为这个。
还好本公子聪明，不然还真就差点被他给骗了。这点小伎俩，本公子早就料到。我可以给你们开10倍的价钱，但是以后不许你们跟袁家有任何往来。还不快滚！沈文，可靠消息，陈家查出了我们的价格，看来鱼儿上钩了。那就告诉王爷，我们可以收网了。好。良儿啊，你怎么能仅凭一时冲动就买下一整个宁州的青蒿？爹，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不能让他们投奔袁家，随了沈文的意。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下咱们账上可是彻底没钱了，希望这笔买卖千万不要出什么闪失才好啊！爹，你放心吧。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您就等着发财吧。老爷，大事不好了，出大事了，老爷！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完了，全完了！朝廷不收青蒿，不可能！你是不是狗眼看错了你？啊！这公告上写的明明白白呀！西南实业，疟疾横行，想得亲王获得良方，青蒿素，经太医院多番实测，此药可根治疟疾。疟疾现已向全国各州采办。黄花蒿，真的不收青蒿了？那我1万多斤青蒿该怎么办？我们陈家该怎么办？爹，肯定是朝廷弄错了，青蒿素怎么可能用不着青蒿呢？没有弄错，没有弄错。陈最良，这公文上的官家大印清清楚楚，难道还会有假吗？爹，既然要用黄蒿，为什么要取名为青蒿素？爹，王爷肯定是有意亲人耳目，囤货齐聚，打发不义之财。别看他是王爷，一权谋私也是要掉脑袋的。你赶快写信给姐姐，让姐姐治他的罪，抄他全家。陈公子，人说话是要负责的。如果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我现在就让你明白。来人，慢着，郡主，小儿只是一时气愤，说错了话，还请郡主不要见怪。气愤？我呸！你怎么敢啊？大概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恼羞成怒了吧？你，郡主，再怎么说这消息也是从亲王府传出来的，我们是信了王爷府的消息，才亏了这么多钱，这里面你得负1半责任。这件事完全是你们利欲熏心、咎由自取罢了。我王府可不背这个黑锅。说得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沈文，你少啰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袁家的钱全部都买了青蒿素了，我们陈家垮了，你也得陪葬。你笑什么？像你是个蠢蛋，结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呀？难道说？不错，这青蒿素的药方就是沈公子给我们的，消息自然也是我们放出去的。什么？你好啊，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要陷害我们陈家。郡主，你今天要是不赔钱，可别怪我不客气。怎么跟郡主说话呢？沈公子切莫动粗，你且让他说说我王府害他们什么了。明明是黄蒿组成的药，为什么要起青蒿素？这明摆着是误导我们，还说不是陷害？没错。沈公子，其实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若是不给他们一个解释，我这王府也不好交代。其实呢，青蒿素是我国医学专家屠呦呦女士从中国古医集中潜心研究数年制成的抗疟特效药，至今为止已经挽救了世界千千万万的生命，更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疟疾最佳治疗办法。凭借这项伟大的贡献，屠呦呦女士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也是中国人乃至华裔人士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很多朋友误认为青蒿素是由青蒿提取的，这纯粹是因为小日本把我们青蒿和黄蒿在拉丁文上弄反了，导致我们传统药用的黄蒿硬生生在植物学定义上成为了青蒿素含量微乎其微的青蒿。我们的研究人员自然也出现了混淆，但在30年前，屠呦呦女士就申请了刊物，
但为了遵循当时的中医用药习惯，人们还是将其命名为青蒿素。什么乱七八糟的，简直是一派胡言！看来得让你们死个明白。为了确认青蒿素名字的迷惑性，我找了许多人，做了许多次实验，其中也包括了郡主。结果啊，他们无一例外都认为青蒿素取自青蒿。我武朝治疗疟疾的方法有几十种，用到青蒿的也就仅有1种，而且也只记载在偏方之中，并未表明其效果如何。这如何能治得了疟疾？随后，沈公子便托我放出消息，他认为有我王府背书，你们必定会垄断性的购入青蒿。没错，这既能让陈家做大，又能打压我们，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你连忙趁4大药商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以低价签订青蒿合同。他们虽有怨言，但碍于陈家权势，也不敢过多计较。所以我们就想到啊，那我们也可以利诱，重金求购青蒿。这随着消息的传出啊，青蒿的价格水涨船高，而他们却被你们陈家打压着，与我们袁家取消合作。可你们陈家却没有买他们的滞销品，所以4大药商因为这笔亏损，早就心怀不满了。没错，这商人啊都是逐利的，他们因为你们陈家亏了钱，你们还压着青蒿不放，他们眼看着这白花花的银子不能赚，这心里得多难受。这个时候再去煽动他们，挑拨你们的关系，太容易了。所以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跟我们抢青蒿？没错，我只是想哄抬价格而已。而且我料定了，药商找你毁约的时候，你必定会有一套说辞。所以我一开始并不着急出手，直到最后我再拿出现钱，这样的可信度更高啊。你就不怕我们识破你的诡计？怕，超怕！所以我就凭借李老板和孙老板的不和，我只买了他们的散货，规避风险。这个时候他们会因为少赚了一大笔钱，对你们更加不满。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做出闭店的假象，让你们误以为击垮我们袁家只差最后一步。结果呢，真的中计了。果然，只要我们陈家一动真格，在绝对实力面前，你们就是个屁。所以4大药商在袁家吃到了甜头，又在陈家吃了好几次苦头，自然就想和陈家毁约，好赚更多的钱。是的，一旦他们吃下药商所求的价格，你们陈家的现钱就会被掏空，这个就叫做做空。可如果他们就此收手，不和你们争了呢？嗨，不会的。陈家为了击垮我们，不惜下血本，旧店新签，赔本赚吆喝，又为了垄断青蒿生意，砸进去了大量银子，早就木已成舟，回不了头了。没错，陈家以前吃了那么多次亏，对我们袁家的仇恨可谓是已经拉满了。陈最良那个性格一定会拿下。所以这时我王府再放出消息，他们陈家只有破产了。没错，沈公子，你是有多聪明，才能想到这么绝妙的计谋啊？哎，不敢当，不敢当，我呀只是略通人性而已。哎呦，瞧把你得意的！爹，你没事吧？爹，你是我爹，我陈家没有你这种不听话的儿子。要不是你自作主张，买了宁州所有的青蒿，我陈家又怎会落到如此境地？爹，你不是想是……闭嘴！我早就告诉过你，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你偏偏要去跟人家做义气之争，列祖列宗啊！我陈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不孝子孙啊？爹，滚开！老爷子，到了今天的这一步啊，全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你……哎，行了，别指了，都快咽气儿了，还在那儿指。一会儿我都救不了你了，陈总良，不想让你爹死的话，就赶紧把他带回去吧，别在这丢人了。来人，把爹带下去休息。小畜生，气死我了！沈恩，你少得意，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谁也不想好过。你们陈家都快破产了，拿什么跟我鱼死网破？你们还是想想睡哪儿吧。走，等一下。
你之前说过用5000两收购景仁楼，可还作数？当然，不过现在我只出1000两。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走，等一下。好，我答应。不过我只和他谈。我？此事万万不可！哎呀，爹，你就让我一个人去嘛！我不过去，陈家是不会把产业转让给我们的。说了不行就是不行。陈最良他就是个禽兽，你忘了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了吗？是吧？你愣着干什么？你帮我劝劝他呀！哦，我同意。是吧？婉婉是你的妻子，你不拉他一把，你反而把他往火坑里推呀！哎，元老，明天的交接地点啊是在景仁楼，何况光天化日的，他陈最良不敢做什么。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明天交接的时候我就在门口等着，要是有异动，我立马冲进去。爹，你就让我去嘛！婉婉，你要记得万事小心。他要是敢动手的话，你就用这个防狼喷雾滋他，知不知道？别，我知道了。你一路上念叨几10遍了，烦不烦？走了，小心点啊！婉婉，这是哪儿啊？陈最良，你婉婉，你终于醒了，我等得好苦啊！你要干嘛？干嘛？当时在这反抗才刺激啊！别这样，你再这样我就叫你！叫？谁能叫你？沈文啊，他现在可是自身难保。沈文，你怎么在这儿？还想算计我？还想要我的景仁楼？你做梦！我今天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死你老婆的！好香哦！别着急，等我爽完了就送你上路啊！来吧，给我爽一爽！婉婉，你为什么总要拒绝我？这要多少女人都想跟我上床，但让人看上你是你的福报。有什么遗言快说啊！别染了本公子的雅兴。呸！王八蛋，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我就喜欢这种被夺走了最爱的人却无可奈何的表情。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撞死在这儿！撞！快撞！撞！快撞最良！王八蛋，上次就要骂了你，结果你跳崖也不错。这次我看你往哪儿逃！你终于承认你那天是强奸了是吧？是啊，我承认了。我承认了又怎么样？你能奈我何？谁能治我？谁能治我啊？我来治你！郡主，陈最良，你强奸民女又害人性命，简直是丧心病狂，枉为人伦！来人！沈公子、袁小姐，你们没事吧？苦肉计，吃点苦是应该的。婉婉，你手没事吧？没事，只要能让陈最良伏法，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什么叫串通啊？沈公子，这叫请君入瓮。陈最良，你不会以为我会乖乖信你的鬼话，一个人过来和你谈生意吧？我告诉你，你上次害我性命，毁我清白，这个仇我记着呢。陈最良，你已经亲口承认了罪行，在场都是证人，你还要狡辩吗？郡主，你听我解释，这是误会啊！误会？误会个屁误会！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就打你！我还没找你呢，你就敢惹上我？我有一大堆账还没跟你算，怎么敢呢？啊！你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沈公子！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你对我的眼睛做了什么？防狼喷雾原理是辣椒水，我不过在里面加了一点刺激性的东西。你的眼睛能不能看见，完全就听天由命吧。你这个卑鄙的小人！过奖过奖，比不上你。我真后悔，我真后悔没早点杀了你们，我后悔啊！
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简直无药可救！带走，押入天牢！你给我等着！如今万万大仇得报，我们袁家已经成为宁州的首富。没想到，审问你一个赘婿，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现在也给老夫兑现承诺了。爹，这就是袁家的长业。没错，从今天开始啊，你夫妻二人要齐心协力，带领我们袁家繁荣昌盛。带领我们袁家繁荣昌盛。小婿谢过袁老信任。恭喜沈公子长义。婉婉姐，你可真是找了个好夫君，我可真是羡慕你啊。听见没有？现在还想要羞辱我吗？郡主啊，此次前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吗？实不相瞒，我是想求公子一件事情。郡主，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揍他。想必你们都知道，这么多年皇上的身子一直都不好，所以一直都是我的父亲代为监国。这西南之役的事情自然落到了父亲头上。眼下他已经先进宫了，可是我担心。担心什么？太医院的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里面的左右院判更是从太祖时期就在效力的4世老臣。父亲身为王爷，免不了要投鼠忌器，难于插手。所以你就想到了我这个外来人。看来这治疫一事确实棘手。实不相瞒，因为这次治疫，太医院没捞着油水。虽然父亲进京已经半月有余，但是事情没有任何的进展。那这么来说，耽搁一天就是上千条人命。是啊，沈公子，父亲说了，只要你愿意进京帮忙，太医院的院士就是你，还说事成以后必有重谢。袁老说过，袁家行医，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天下的苍生。我既然已经成为了袁家家主，这谢礼断不能收。为了黎民百姓，这苦差事我接了。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婉婉，你去收拾行李，跟他们一起进京，好好治治那些狗官。好。原来这就是太医院，比咱们济世堂气派多了。那是自然，这太医院是独立在宫中的医疗机构，不仅要为皇亲国戚和各位大臣们看病，还要负责医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重要的很。虽然这里的人官阶都不高，但待遇可是比6部都要好。沈文，这进了宫可比不得在宁州的时候，你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再乱来。知道了。哎，你是不是在关心我？乱说，我不理你了。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何用？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要你何用？要你何用？左元判大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医师，你别再为难我了。还敢顶嘴？住手！谁啊？老夫办公，你敢管？你凭什么随便打人？凭什么？就凭老夫是太医院左院判，监督医官医事，乃是老夫的职责所在。难道你们要阻碍老夫办公不成？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你个老逼灯混了一辈子也不过才6品，你在狗叫什么啊？放肆！你算什么狗东西？老夫乃4朝老臣，皇上都要敬老夫3分，你这匹夫有什么资格管我？我说怎么敢在宫中善用私刑？原来是倚老卖老，觉得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瞎说！我打的可是有凭有据。这人未完成老夫嘱托的工作，惹恼了贵妃娘娘，牵连了老夫，你就说该不该打？可是大人，这御厢房的熏香份额不是皇上早就定好了的，您如今却让我将半成都拨给贵妃娘娘所在的未央宫，剩下的大小妃子文武百官分4成，您还要抽走1成，这实在是分不够，小的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掉的。原来是在巴结贵妃，中饱私囊，然后再找个人替你背黑锅。这也太无法无天了。老夫乃4朝老臣，他只不过是个小辈，巴结老夫那是应该的。告诉你们，作为一个外人，凭什么说3道4？这太医院的内部竟然腐败如此，难怪王爷的政策难以推进。这御香堂、御药房都由太医院管辖，连小小的熏香都要捞上一笔。想必那负责采办救灾物资的御药房更为严重。
老夫看你们打扮也算是体面，就不要多管闲事，有多远就滚多远。哼，那我偏要管。那我让我看看，你有几个脑袋？来人！你想要怎么样？当然要治你们罪。这男的私闯太医院种地，还大放厥词，妨碍老夫办公，把他给我拖出去，重打80大板。至于这个女的，我看她有几分姿色，就把她带到老夫府中，由老夫亲自审问。老姨母，你放肆！他是太医院院士，我是院士夫人。就他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他要是太医院院士，我就是太上老君。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朝廷的任命文书。您就是献出青蒿素药方的沈文，还不赶紧给我跪下，给我娘子道歉！老夫是四朝老臣，只跪献皇。四朝老臣，四朝老臣，我让你没完没了的！你觉得我怕你是吗？你这个老逼登，今天不道歉，你就别想从地上起来！道歉！我道歉，大姐，求求夫人，院士大人，高抬贵手，放了老夫一马吧。前夜，你还觉得我是在妨碍公务吗？不准走！装了逼就想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大人，是老夫错了，请您高抬贵手。哟，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又要打我相公板子，又要亲自审问我。夫人，是老夫有眼无珠，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不好意思啊，我记仇。来人，先把他拖出去，打80板子。再找几个精壮的男丁，好好宠幸宠幸他。饶命啊！我错了，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当了院士夫人会耍威风了啊？什么呀？我这是在帮你去掉太医院的一个毒瘤。刚才听你叫了一声相公，这是你第一次叫，再叫一次。啊，快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下官赵景元，您叫我小赵就可以了。以后你就是左院判了。大人，小的才疏学浅，这如何使得？不畏强权，坚于职守，这种督察相的岗位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以后好好跟我干，缺不了你的好处。去把文书拿来，我要好好查查，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是。大人，疟疾爆发以来，各种文书都在这里。这些文书当中，为什么唯独缺少账本？大人，您有所不知，这太医院中分为左院判和右院判，左院判主要负责管理御药房、御香房，监督医官医师的工作，而具体的行政事务，比如文件传递、物资采买等等，都是右院判负责的，所以账本一直在右院判大人的手里。我看他分明就是想把太医院的财政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那这种缺乏规矩的事情就没人管吗？传令下去，让他速速来见我。右外判得知您上任的消息后，便称感染风寒，不便走动，抱病在家了。好一个抱病在家！我看他分明就是做贼心虚。既然如此，那我们便亲自去会会他。贵妃娘娘，这是从本次朝廷制备青蒿素的开销中，下官特意留着孝敬您的银子。这次疟疾闹得这么大，这油水就这么点？莫非你敢藏私？贵妃娘娘，下官怎么敢藏私呢？您若不信，这账本上每一条都记得清清楚楚，您大可过目。罢了，这投名状本宫收下了。不过你在太医院行事这么多年，向来与我父亲不和，此次为何要投靠本宫？娘娘，这不是新的院士就要到任了吗？我听说此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背后还有王爷撑腰，刚上任就打了左院判80板子，还找了10几个精壮的男的，把他，听说死的时候都没个人形了。原来你是怕了，想找个靠山。娘娘，如果真追查起太医院的账来，下官这一把年纪真是折腾不起了呀。只要您能帮下官度过此劫，下官愿从此鞍前马后，效犬马之劳。你就放心吧，既然你拿出300万银两来孝敬我，那本宫自然保你无恙。本宫这座大山是不会倒的。
老爷，贵妃娘娘，沈文带着禁卫军冲咱们府上来了啊！还有禁卫，去！贵妃娘娘，这沈文该不是来兴师问罪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有本宫保你，你怕什么？你是本宫的人，本宫自然不会让他们动你分毫。我就不信了，这沈文还敢公然跟我叫板不成？本官秉公办事，有何不敢？贵妃娘娘，我怀疑他以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以权谋私，请贵妃娘娘不要干预，让我带走。我若是不答应，那此事就不得体面。沈文，放肆！你这是在对贵妃娘娘无礼！哎呀，大人，您不是有感风寒，不便走动吗？现在怎么生龙活虎的？哎，这也好，等会儿用刑的时候啊，便不用留手。来人，把他给我带走！沈文，你好大的胆子！没有证据，擅自敢对朝廷命官用刑，恐怕是要杀头的。谁说我没有证据？我有他造假的账本。你胡说！账本明明在我身上，怎么可能在你手中？哦，那你拿来给本官瞧瞧吧。怎么？他是太医院院士，查账本理所应当。这账本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大人，您要是不合作的话，我只能派人搜了。上！慢着！你们是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是吗？今天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本宫定要治他一个大不敬之罪。陈贵妃，自古后宫不得干政，你是要越界吗？你如此胡作非为，与干政有何关系？这西南10邑是1等1的政要大事，我奉皇命查办此事，怎么不算正事儿？给我搜！大人，请过目。这别的暂且不论，单是这购买黄蒿就花了500万，开什么玩笑？王爷说他们还没有捞着什么油水，要是捞着了，那还得了啊！右院判，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大人，这感染疟疾之人有10几万个，何况不单单只是看病那么简单，这其中预防、消杀，各种千愁万绪，哪一个不要银子呀？青蒿素1粒1克重，需要2斤干黄花蒿叶片所制成，而这黄蒿一直是冷门药材，价格低廉。我就算你成本每个1两银子，最重病的患者最多也不过8粒便可见效，而这10几万的病患能用得了500万两？就是，这顶破天也就200万，还有300万哪儿去了？沈文，你怕是不知道吧？自打消息传出去之后，各路商人就开始囤货齐居，这黄蒿的价格早就不知道翻了多少倍。看来你也不知道，商人们囤积的都是青蒿，黄蒿的价格一直低廉。再说了，有朝廷出面，哪个不要命的敢随便涨价呀？这300万，怕是进了某人的口袋了吧？右院判大人，这涉案金额巨大，可是要株连9族的呀！你要是能老实交代，这金额到底去了哪里，还能争取个宽大处理的机会。哎，说吧，这300万两银子到底去哪儿了？是下官吞了这银子。你胡说，明明就是……既然你说你贪了银子，那你告诉我，银子去哪儿了？下官不知，银子被下官堵掉了，怕是官银，如今已散于各处，几经流通，难以找回了。好你个老匹夫，有种！来人，右院判贪赃枉法，有负皇命，把他给我斩了！啊！贵妃，救命啊！贵妃！沈文，这右判事也是朝廷命官4世公卿，岂是你能说杀便杀的？最起码也要等到3司会审后再做定夺。这样的话，岂不是给了你运作的空间？沈文，你竟敢擅自诛杀朝廷命官！本宫要让皇上治你的罪！这种贪官，杀就杀了，何罪之有？我武朝向来以法治国，凡事必要经刑部立案之后，多方调查举证才能立案。
你区区一介五品官员，做事如此猖狂，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我就是王法。你，哼，沈文，你别告诉我，你依靠着王爷在背后撑腰，就真把自己当一颗葱了。你不过就是一个臭乞丐，就算你攀附袁家由商入市，你也不过是一介奴才。就算王爷今天在这儿，他也不敢让你再次胡作非为。哦，此话怎讲？王爷，您可来了。这沈文依照您的权势，目无法纪，当众斩杀朝廷命官。若你不加以严惩，恐怕会寒了大臣的心呢。就算是世人，也会说您识人不明，错害忠良啊。沈文，你这是给本王出了一道难题呀！王爷，这杀人偿命，还请您快快就地正法。爹，万万不可呀！沈公子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没错，王爷，这便是查来的账本，请您过目。这个狗官贪了这么多银子，沈文，杀得好！王爷，他可是4朝老臣，怎么能说杀就杀了呢？难道你就不怕皇上怪你失察之罪吗？4朝老臣又如何？这个人只想着肆意敛财，不知道悬壶济世。爹若是不杀他，才是犯了失察之罪。郡主说的对，就该让天下人看看贪官是什么下场。我不管你们说什么，杀人偿命。好一个杀人偿命！陈贵妃，他贪污的可是百姓的救命钱，这是我们查到的，还有多少是我们没查到的？这些百姓就是因为这些钱所丧命的。你告诉我，这些钱怎么还？说得好，沈文，你就是强词夺理。陈贵妃，铁证如山，你难道还要为这个贪官说话吗？臣妾不敢。切，王爷这么说，我们没有过失了。不但无过，而且有功。爹，既然这次沈公子有功劳，那咱们总该赏点什么吧？这次要是咱们不在，都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呢。有道理。沈文啊，本王特升你为一品钦差大员，可行参政执法之权。另外，这是本王的腰牌，见此令牌，如本王亲临。若是再有人敢说3道4，或是冲撞了你，尽管执行。谢王爷信任，谢郡主之功。来人啊，去把这个狗官的家给我抄了，所没收之财都去救助平民百姓。要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拦路的话，格杀勿论。爷，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沈文呢？这个右磐石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奴才罢了，死了就死了。这沈文如今是朝廷一品要员，有王爷给他撑腰，擅自动手，朝廷一旦追究起来，咱们都难逃干系。爹，你是没看他那个嚣张的样子，看他是连我都敢杀，若是不除掉他，我咽不下这口气。想不仁则乱大谋，你弟弟就是为了逞一时之快，才被沈文抓住把柄，押进了天牢，而且秋后就要问斩了。眼下我们是没法子救他了，你可千万不能再用什么闪失啊！爹，听说这新官上任3把火，他的第1把就除了左判官，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他这第2把火又杀了右判官，不仅断了我们的财路，他反而还升了1品。这要是第3把火燃起来了，我们陈家哪还有好日子过呢？我当了20年院士，都没能完全掌控太医院。这沈文不过进宫数日，便以雷霆手段彻底掌握了大权，确实应当好好杀一杀他的威风。只不过此事不应该我们出手。爹的意思是借刀杀人？正是，皇上一直以来龙体欠安，他沈文身为太医院院士，如果给皇上调理身子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沈公子啊，这左右院判一除，这一措施也终于可以推行下去，想必疟疾很快就能得到控制。你实在是功不可没。来，本王敬你一杯。王爷过奖了，虽然这疟疾已除，但是这预防和消杀也十分重要，我们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对了，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药膳，大家尝尝。药膳就是药材和美食的结合。我想咱们毕竟医疗条件有限，能让人们一边吃美食一边增强抵抗力。这样的话，也许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么大的灾情了。大家快尝尝。怎么样？好吃。没想到用中药和火锅做成的汤底，竟也如此美味。是啊，我向来不爱吃药，可如今竟觉得吃不够呢。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放心的把锦人楼当做试点。景仁楼不错，前几日元老从宁州来信，说我们自从收购了锦人楼之后，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还有亏损。我想这主要原因，也许还是因为锦人楼以前是一个医馆，过度规模化，我想把它改成饭馆。这样一来，我们就打通了下游、中游和上游，一举多得。有道理，的确是个好法子。想不到沈公子还有如此大才啊！你说是不是啊？耶！哦，对，能有沈公子这样的人才，真是我武朝的荣幸啊！沈公子，不知你有没有纳妾的打算啊？啊？难道郡主她……文安姐，其实我早就对沈公子……大人，皇上说有事找您。左右院判的事，朕已经听亲王说了。那两个老东西实在可恶。不过，爱妃，那沈文果真有亲王说的那么神吗？是啊，皇上，这沈文治好了疟疾，现在名气可大了。现在我们的老百姓呀，都说他是我们武朝的药神呢。放心吧，皇上，他一定能治好。但愿如此啊！御史大人到。参见皇上，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不必多礼，快请起。谢皇上。皇上，您没事吧？沈文，大家都说你医术高超，你看朕的病还治不治得好啊？我对皇上的病情有一些了解，但您能不能多说一点？朕一开始只觉得头晕嗜睡，浑身乏力。后来精神涣散，渐感躁郁，到现在，就连牙齿都开始松动，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啊！这症状怎么听得和铅中毒那么像？皇上，您这症状持续多久了？2年了吧？那不是和贵妃进宫的时间差不多？难道贵妃给皇上投毒？我记得婉婉说过，元老先前进宫为惠嫔治病，不久后惠嫔便死了。如今皇上又中毒，看来……沈爱卿为何面色凝重，默默不语啊？是不是朕快要不行了？皇上，臣妾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沈太医医术高明，到时候一定会找到一味药方治好您的病的。不然，他这院士不当也罢。你说是不是啊，沈太医？贵妃娘娘说的没错，一定能治好。爱卿，此话当真？当然。皇上，臣妾说什么来着？之前你看了那么多太医，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这如今沈太医连脉都没有诊，就说一定能治好你，果真是好手段。沈太医既然有言在先，那本宫也把丑话说在前面。这病你若是治好了，本宫自然会重重有赏；若是治不好，那就是欺君之罪。你们袁家一个也跑不了。皇上深中我们陈家的金丹之毒，这世间无药可解。沈文，你死定了！沈爱卿，你不要有压力，你先说说看，朕得的是什么病啊？皇上，您这是铅中毒了。最近是不是有人给您服用大量的丹药？可是朕平时吃的丹药太多了，不知你说的是哪一味呀？皇上，无论哪种丹药，在炼制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硫、硝和铅，这些都会损害您的身体。不过无妨，臣有一药，名曰八宝丸，可解世间万毒，您连续服用3日便可痊愈。哼，沈文，你的意思是皇上近日服来的金丹都是毒药了？正是。哼，皇上。瞧见了吧，
这就是王爷力保的太医院院士。文文，你可知这些金丹都是各路方士四处游历、寻仙问路所得。朕平时吃的金丹，那更是贵妃命人用大量的珍贵药材，经历749天取其精华炼制而成，怎么说会是有毒呢？就是啊，皇上，要是没有臣妾的金丹，恐怕皇上的身体早就垮了。可是沈文他却……皇上，他这是说臣妾害您。皇上，您可要替臣妾做主啊！爱妃放心，朕自有公论。沈文，外面都说你是我五朝的药神，没想到今日一见，你的学识竟然这么浅薄。不懂丹药也就罢了，还冤枉了贵妃的一片忠心，你可知罪？臣不知。放肆！沈文，你是在忤逆朕吗？沈文，我看你不是来给皇上治病，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气皇上的。皇上，他一定是看您近日有些好转，故意变着法子来气您，强而您的病情加重啊！他这是在加害于您啊，皇上，真是其心可诛，其心可诛！爱妃所言有理，来人，把这个大逆不道的沈文给我赶出去！喂，我敬你是当朝皇帝，你不要中间不分，不识好歹好不好？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说本宫是奸臣！我可没说，这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皇上，你瞧他呀，死到临头还如此张狂，他分明就是仗着有王爷撑腰，这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啊，皇上！亲王识人不明，也难辞其咎。从今日起，暂停监国之职。哼，皇上圣明，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跟我斗！皇上，这治病救人，臣觉得重要的只是结果，并不是过程。而且臣刚才说的并没有半句假话。如果只是因为臣说的话不符合您的心意，便要治臣的罪的话，那以后天底下谁还敢给您看病啊？你，沈文，我看你就是强词夺理。是强词夺理还是药到病除，一试便知。如果皇上的病情在3日之后没有好转的话，臣甘愿受罚。等，知道陈贵妃给你下套，你还往里钻，你是不是傻？你先松开，听我解释。你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如果我说治不了，这官就丢了。可你要是夸下海口没治好的话，你脑袋就丢了。还记不记得刚进宫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这下好了，闯下这么大的祸都怪你。谁说我治不了？我不光能治得好皇上，还能治得好陈贵妃。沈文，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看看现在，皇上衣食住行都在未央宫，就知道陈贵妃有多受宠了吧？而咱们呢，没了王爷，连一个帮忙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算你治好了皇上的病，可还有下次、下下次，总有应付不了的时候。到那时候，咱们袁家怕是要被满门抄斩了。那这次就彻底除了他们陈家。如此甚好。大事不好了！皇上这几日是不是吃了我的药，非但病情没有好转，还加重了一些，甚至还出现了呕血等症状？现在还要拿我问罪？果然不出我所料，陈贵妃坐不住了。去未央宫，我要让陈贵妃看看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哟，还挺热闹的，看来我这面子不小了。看什么看？沈文，你犯下了欺君之罪，还不速速跪下！何出此言啊？沈文，你可曾说过8宝丹3日之内便可治愈皇上的病？是啊，怎么了？那朕的身子怎么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这不是欺君，又是什么？皇上，你还跟他废什么话呀？赶紧把他的头砍了算了！治不好病就砍头，这不是乱杀人吗？婉婉姐，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有人说皇上药里面有毒。什么？婉婉姐，你先别急，我是验毒的，我肯定不会让沈公子受一丁点委屈。沈文，这可是你的8宝丸。回皇上，正是。去银针来。
皇上，银针变黑了，难道说药里真有毒？啊，这……好你个沈文，知道你欺君罔上，没想到你如此大逆不道，竟然敢对皇上投毒！来人，沈文谋逆，速速把他与袁家众人打入天牢。沈文，本王一向相信你的为人，你这……哎呀，沈公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别急，这招啊叫引蛇出洞。不管怎么样，也不能给皇上投毒啊！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王爷郡主，臣妾还是奉劝你们二位一句，还是离这个沈文远些的好，不然传出去了，还以为你们王府的人和这谋逆之人有什么关系。朕问你，可还有同党？有。贵妃娘娘，你少血口喷人！皇上，臣妾对您忠心耿耿，尽心服侍，您可要明鉴的，皇上。放心，朕岂是那种不辨忠奸的昏君。沈文，朕问你，是给你留一个全尸的机会，你不思悔改，还反咬一口，是想被凌迟处死吗？皇上，您也太偏心了吧！臣的八宝丸不过是给您吃了点面粉，您就说臣下毒，还要凌迟处死臣。而贵妃娘娘真的在天天给您喂毒药，您却还在袒护她，臣不服。什么？面粉？啊？对啊，八宝丸就是面粉，这面粉哪来的毒啊？怪不得，朕吃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皇上，你莫要听信他的鬼话，这剧毒啊，往往是无色无味的才是剧毒。你看那银针不也是变黑了吗？皇上可切不要信他的鬼话。沈文，这毒针又变黑了，你又作何解释呢？郡主，劳烦您这次用手把它碾碎，再验一次。皇上，这次真没有变黑。这是什么原因呢？皇上，这银针变黑的本质呢，其实是银物件碰到了硫化物和硝化物，发生了化学反应所导致的。这些东西常用作毒药，所以有银针试毒一说。皇上，您可记得臣曾跟你说过，在炼丹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铅、硫和硝。确有此言。这丹药啊，是一个不稳定的固体，再加上最近天气炎热，还有就是丹药在这碟具中产生了一些残留，然后这面粉与这碟具进行充分的摩擦搅拌，所以银针才会变黑。可以说，丹药有毒。可皇上这几日一直待在未央宫呀。贵妃娘娘，难不成你？难道这也就是你这么多年一直让皇上吃你们陈家金丹的原因？当然不是了，我只是……你个贱人，还敢狡辩！哎呀，没想到皇上最亲信的人竟然一直害他，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婉婉姐，先别急着下定论嘛。贵妃这么多年对皇上一直尽心尽力的，我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们学医的不是有什么18反18味吗？说不定是吃了什么药，药性相克，所以才……朕这几日格外不适，除了丹药，别的什么都没吃啊。而且他还说，朕是吃了沈文的药才这样的，所以还加倍为朕喂金丹呢。贵妃娘娘，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还望陛下海涵，臣出此下策，望陛下恕罪。好你个臭要饭的，你陷害我！是，贵妃娘娘，您可离我远一点，别最后再给我扣上忤逆的罪名。你，贵妃，你长期喂皇上吃有毒的金丹，摧残圣上龙体，你可知罪？臣妾冤枉，臣妾冤枉啊！皇上，臣妾真的不知道那个金丹有毒。对，是我爹让我喂给皇上吃的。我爹说那个东西是大补，您吃了之后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臣妾不过就是想多陪您几年呀，皇上，真的没有歹念呀，皇上。皇上，您知道的，看在臣妾这么多年服侍你的份上，你就原谅臣妾这一次好不好？臣妾真的没有儿心啊，皇上。皇上，我知道您不是不念旧情的人，就算您不计较沈公子及其一家险些因他受害，他们可不见得不计较啊。
沈大爷，不，沈大人，你知道的，我是担心皇上心情，我绝对没有陷害你的意思，千错万错，都是我爹的错，你要怪罪就怪罪他一个人好了。好一招弃卒保车啊！不过眼下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不如沈大人，只要你肯原谅我，我什么都可以去做的。好吧，那你亲自写一封举报你爹的举报信。这怎么不忍心了？没有，我写。陈国中的8大罪者，好家伙，为了活命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出卖。不过有了他，扳倒陈家可是简单多了。哼。进去吧你敢踢老夫？踢你又怎么了？没照例给你来20杀威棒就不错了。老头儿，敢给皇上投毒，这没把你皮已经是皇上格外开恩了，别不识好歹。你放肆！我女儿一定会救我出去的。你就不怕老夫找你算账？娘娘被你拖累，已经从贵妃降为贵人，现在还在未央宫里面禁足呢。老头儿，你有那做梦的机会，还不如仔细想想遗言该怎么写吧。你，爹，良儿，爹，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爹，孩儿自从被关进天牢之后，日夜受到狱卒的鞭打辱骂，没有一次吃得饱穿得暖。不说这个了，爹，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哎，爹是替你姐姐顶的罪呀！啊！又是这个沈文害的，没想到我们陈家竟栽在了一个臭要饭的手里。莲儿，不要灰心，只要你姐姐还受皇上恩宠，咱们事情就有转机。爹，您的意思是？假戏成真。常言道，谎言重复1000遍便是事实。只要咱们父子拒不认罪，一口咬定我们是被沈文栽赃陷害，再让你姐姐在暗中打点，把案子有冤情的消息大量散布出去。正所谓3人成虎，皇上一旦听信了传言，咱们的案子就很可能发回重审，咱们父子也就有了翻案的机会。好，这样我们不仅能恢复自由，还能反将那沈文一军。爹，接下来该怎么办？绝食明志，好一个绝食明志！老头儿，没想到你还是个硬骨头，可惜你的计划就要落空了。沈文，嘴长在老夫身上，难道你还能逼我吃饭不成？就是，你敢用强的话，我就全部吐出来。别人还真拿你们没办法，可惜你们碰到了我。你想干什么？沈文，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是囚犯，你就可以擅自用刑，这可是重罪。瞧你们吓的，这是营养液。营养液，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他们不吃饭也可以让他们活着的东西。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吃饭吧，毕竟这打针还是有点疼呢。什么乱七八糟的！爹，他肯定是要害我们。哼，我可没你们那么多坏心眼儿。现在想让你们活着的，也就只有我了。沈文，你又想耍什么花招？这你就没必要知道，你们只需要知道，现在想让你们活命的就只有我了。我劝你们还是乖乖配合，不然我可不会给你们收尸。不可能！如果真有人害我们的话，姐姐不可能坐视不理的。没错，我女儿她一定会想办法救我出去。我说你们两个还真是蠢呢，到现在了还对你女儿抱有幻想，心存侥幸。就是。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最想让你们俩死的就是他了吗？哼，我与姐姐自幼感情深厚，绝对不会害我们的。没错，我们陈家父慈子孝，骨肉情深，像你这种孤儿是理解不了的。哎呀，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是老夫的8大罪状。
你个杀千刀的，你竟罗织罪名陷害老夫，你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一派胡言！你再仔细瞧瞧。爹，这好像是姐姐的笔记。不可能，不可能！老夫入狱之初，还派人暗中给我传话，说他已做安排，让老夫安心。他那是为了稳住你，防止你们乱说话，牵连到他罢了。老头儿，他如果真的想救你们的话，一开始就不会推你出来顶罪。你们现在不过是他的弃子罢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爹，这定是沈文伪造了姐姐的笔记，想要离间我们啊！陈元两家仇恨如此之深，他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没错，没错。沈文，老夫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上当？我想让你活是真的，陈贵妃想让你死也是真的。不和我合作，活不过今晚，依然是真的。姐，娘娘，您请。爹，弟弟，你们还好吗？姐，你终于来了，我以为你让爹顶罪，不打算管我们了呢。怎么会呢？姐姐只有在外面才能从中打点救你们出去。那你打点的怎么样了？你就放心吧，爹。对了，女儿听说你们在狱中不愿意吃东西，所以特地命人准备了一些饭菜，你们快趁热吃吧，都是你们爱吃的。你们快吃啊，快吃啊！待会儿那个沈文来狱诊，被他瞧见了就麻烦了。哎，好。那爹，女儿就先回去了。这回总该相信了吧？要不是沈文给你们吃了解药，你们早就死了。怎么样？考虑清楚了吗？再不考虑清楚，等狱卒回来可就来不及了。好，我可以答应，不过你必须信守承诺，救我们父子出天牢。沈文，你们在商量些什么呀？我怎么突然听不懂了？婉婉，你有所不知，陈家在宁州经营这么多年，不光是经营药馆，借着这个由头，他们帮助陈贵妃收受在宁州来往官员孝敬他们的银子。这你怎么知道的？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知道，陈国忠把每一笔收到贿赂的银子都记录在了一本叫做《凤体实录》的账本上。只要有了这个账本，陈贵妃就再也没办法翻身。爹，你可不能替他对付姐姐啊！他都要杀我们灭口了，你难道还要认这个姐姐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仁，我们当然要不义了。可是，您这么做，不就从了沈文的意了吗？都这个时候了，面子比活着更重要吗？沈文，这里可是天牢，就凭你这点本事，怎么叫我们出去？本来在这天牢中确实没什么办法，不过既然你姐姐选择了毒死你，那就变得简单了。这是我研制的归去来兮散，可让人在3个时辰之内气息脉搏全无，就和死了一样，顺水推舟，瞒天过海，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这药你们是吃还是不吃？圣旨到！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终于要和陈家做个了断了。不过这次之后，要是扳倒了陈家，我可要实打实的奖励。看你表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文按例进入天牢狱诊后，陈家父子便无辜暴毙而亡，自是体大，朕要御审钦此。臣接旨。这陈家父子的尸体是你发现的？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回皇上，小的白天像往常一样去查房，查到陈家父子的囚牢时，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小人便进去查看，这才发现陈家父子早已气绝身亡。皇上，臣妾的父亲和弟弟死得好惨呐！皇上可要为臣妾做主啊！放心，他们虽然是死囚，但如此蹊跷之事，在我武朝还是头一回，朕定会查个水落石出。朕问你，这陈家父子在狱中可有什么异常举动呀？回皇上，并无任何异常举动。陈家父子的囚房
是小人亲自奉命看守的，小人断不会让他们在狱中自杀。那他们之前见过哪些人？只见了沈太医一人。沈爱卿，你说说看，为什么陈国忠和陈最良见了你之后，他们父子二人就死了呢？你对他们有没有做些什么？皇上，微臣只是按照惯例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身体检查。你撒谎！回皇上，臣亲眼看见沈太医把一个管状的东西扎进了陈家父子体内。皇上，臣妾的父亲和弟弟肯定就是这么被他们害死的。陈贵人，你不要动不动就血口喷人。皇上，沈公子行医向来古怪，这狱卒没见过，想来也是情理之中。沈爱卿，你不是说只是给他们检查了一下身体吗？这又是怎么回事？皇上，微臣在前来御诊之时，正巧看见了陈家父子正在闹绝食。我知道您为了避免滋生冤狱，不允许犯人轻生，只允许朝廷问斩。我给他们注射了一点营养液，让他们好好活着。皇上，这就是营养液。就凭这东西，就可以让人不吃不喝也能活着？皇上，你可别听他乱说，这世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你看这颜色如此鲜艳，肯定是含有剧毒的。陈贵人，这次你还觉得有毒吗？这肯定是你喝的剂量不够，要么就是你提前喝了解药。我这营养液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别说喝2瓶了，就是喝1箱我都不会死。陈贵人，如果你非说这是毒药的话，你大可以把这些营养液随机发给天牢里的其他犯人。是啊，按照你这么说，沈公子喝了解药，那随机抽取的犯人也能提前吃解药了。陈贵人，看来你错怪了沈爱卿了。可是皇上，臣妾的父亲和弟弟就是见了沈文之后才身亡的，他们2人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若是没有人加害，怎么会突然暴毙呢？不错，据狱卒所说，他们死之前只见过你。沈爱卿，这个问题你需要给朕解释一下。皇上，他们死之前可不只见过陈一人，还见过陈贵人。你胡说！本宫一直遵皇上之命，禁足在未央宫，从来没有踏出去过半步。不错，朕确有此令。沈爱卿，我知道你2人不和，可你如果因私人恩怨就诬陷他人清白，朕绝不轻饶。皇上，我可没乱说，我是有证据的，请看。皇上，这就是陈贵人私探天牢的证据。你的意思是，这脚印是陈贵人留下的？是的，皇上，我们提前在天牢偏门的内坎上铺了一张白纸，只要有人进入，便会留下足迹。皇上，此事也太过荒谬了吧？您说谁会这么闲做出这种事？皇上，他们一定又是打的什么鬼主意，还请皇上明察。沈爱卿，既然你们说这脚印是陈贵人，那你们可有证据吗？启禀皇上，一般人出入天牢只会走3个大门，而不会走偏门。此话怎讲？皇上，您平时不来不知道，这偏门路甚远，这路面也是土路，十分难走。那陈贵人因为被禁足，要想不被他人察觉地进入天牢，是不是只有趁着夜色走看守较为薄弱的偏门呢？是的，因为这私闯天牢是重罪，他必须尽快地进入天牢，因此鞋上沾满了泥土，所以他在灯光昏暗的天牢里面就没有发现，在门槛之上沾了一张白纸。所以说这脚印就是这么来。这逻辑倒是说得通。皇上，臣妾从来没有离开过未央宫啊，这脚印怎么可能是臣妾的呢？这脚印是不是你的？你踩在上面，对比一下大小、花纹，不就知道了？陈贵人，你可知罪？你可知罪？陈贵人，皇上念你服侍多年，金丹的事情没有再跟你追究，只是让你在行宫里面禁足，好好反思。可是你居然不思悔过，辜负了皇上一片苦心呐！皇上，还是您太仁慈了。这又是抗旨，又是私闯天牢重罪，要是换其他人，早就被杀了100次。
陈贵人，你还不老实交代？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臣妾知错了，臣妾不过是听人说这人入了天牢，再见即是死别。臣妾不过是想再见父亲和弟弟最后一面，说几句提己的话。皇上，臣妾也知道这天牢是不允许探监的，若向你求情，定会叫你难办，才出此下策呀！皇上，即使如此，你也不能违抗皇上的旨意，违抗我武朝的法律。皇上，您说对吗？没错，沈爱卿，那你说朕应该怎么罚他呀？皇上，臣觉得陈贵人所说也是人之常情，把他降为答应，小惩大戒便好。不过待他进入天牢的狱卒，便要株连九族，以儆效尤啊！天牢重地，玩忽职守，确实该杀。来人！皇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你听小的解释啊！住口！要不是你说爹死前要见本宫一面，本宫也不会做出私闯天牢的举动。娘娘，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啊！明明是您给小的10万两银票，让小的带你进来的呀！10万两！10万两！皇上，您看，上面还盖着他的大印呢。哎呦，还真是，没想到陈贵人出手如此阔绰。可是宫中妃嫔一年最多不过600两银子，这么多钱你是从哪儿来的呀？拖下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陈贵人，还不老实交代？这是臣妾这些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你撒谎！你进宫不过2年，就算你不吃不喝，你也要攒167年才能攒够。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谎话？你是把皇上当作傻子吗？皇上，臣当时在宁州之时便听说了，这陈家不光以药铺为生，还帮陈贵妃收受来往官员的贿赂。本来啊，臣以为不过是旁人嫉妒陈家家资雄厚，直到陈国忠倒台之后，在他家臣搜出了这个。这难道是？没错，上面这些都是这些年陈国忠收受贿赂的条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陈答应，这些账目上的受益人都是你，这次你不能再说跟你没关系了吧？你个审问，你陷害我！皇上，这个册子是假的，你被他骗了。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被审问蒙骗了呀！皇上，事到如今，臣妾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这笔银子是臣妾变卖了所有的嫁妆和这些年皇上你赏赐臣妾得来的。是，臣妾确实是收买了狱卒不假，可是臣妾也是为了见家人一面啊。臣妾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审问来了之后，他们便死了呢？沈爱卿，你确实一直都没有给朕解释。皇上，定是审问害死了他们，然后又伪造了这个账本来陷害臣妾，想要来个死无对证啊！皇上，陈答应，我就一直不明白了，你的嘴怎么就那么硬呢？这有些女人啊，真是宁可死也不愿意认错。来人！爹，你们怎么？谁是你爹？我没有你这种畜生女儿！沈公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不是死了吗？若非沈太医出手相助，我父子2人早死多时了。陛下，你有所不知，这个不孝女，她为了能从金丹案中脱罪，不仅让微臣给她当替罪羊，还给我们父子俩下毒，想灭我们的口啊！皇上，你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听得一清二楚。他可是要把脏水全泼在我们头上，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他可是要把脏水全泼在我们头上，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你们胡说！皇上，臣妾怎么忍心毒害自己的亲人呢？哼，你当然忍心了，要不然你怎会把当年害死惠嫔的那种剧毒用在我们身上？惠嫔当年是被他害死的。不错，此毒名为无常催命克，是由夹竹桃和鹤顶红配制，剧毒无比，人服用后只需片刻便会经脉逆行而死。当初他为了和惠嫔争夺贵妃之位，先让我们推荐袁守义进宫问诊，然后又将袁守义开的平安方和此毒方调包，造成致死人的假象。原来我爹是被冤枉的，
皇上，您是明君，您可要为我们袁家做主啊！你这个贱人，事到如今还要抵赖吗？皇上，他们乱说的。皇上，明明是他制出的金丹斧骗我喂给你。臣妾充其量就是个从犯，他才是主谋。你才胡说！从金丹案到受贿案，哪一件不是你在幕后指使？你居然敢跟爹动手！还轮不到你在这儿教训我！个贱人，我掐死你！够了，把他们3人拖下去，凌迟处死。皇上，臣妾冤枉皇上！我们才是被冤枉的呢！沈文，你快帮我们说句话，沈文。是啊，你不是说能让皇上宽恕我们，让老夫官复原职吗？像你们这种恶人，我一个都不会救。拖下去！皇上，沈文，你个骗子！皇上，沈爱卿啊，这次你除掉了陈家，朝野也随之面貌一新，实在是大功一件。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开口。皇上，微臣实在不愿意当官，微臣只是想与婉婉共同回到宁州去，相守一生，还望皇上恩准。哈哈，好你个沈文，你这是要激流勇退呀！皇上，朕可以答应你，但你必须也答应朕一件事。皇上请讲。郡主已经喜欢你好久了，而且你药神的名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简直是非你不嫁呀！如果你执意要回去，那你就得先应下这门亲事。婉婉，你看这……我和郡主相处这么些日子，早就情同姐妹了。如果平日里多一个姐妹说说话，这也是极好的。郡主，你我以后就以姐妹相称，无妻妾之分，你看这样可好？都听婉婉姐的。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来，共饮一杯。